现在依旧没有负担。你不用在意我是谁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的。我尽我所能，我交出了这一份答卷了，要勇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最开始你看完《斗罗大陆》最吸引的点是什么？第一，它是大陆；第二，它是唐三，这个是最吸引我的点。它的体量太大了，它的世界观太宏大了，唐三的经历也太复杂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压力更大了。他是那个团队的核儿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吧。我不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存在，我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然后再综合一下什么样的意见最适合我自己，最符合我自己的个性。师傅都一直在引领着他。对，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这样一位人物呢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我父亲，对，我父亲，从小的一个成长环境，然后跟价值观的一个树立吧。我觉得就是要善良，自己努力，想要的靠自己去争取，不走歪门邪道。大家对你原生态就评价很高啊，就好评很多。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配音的过程，然后也是自己第一次亲自为自己演的角色配音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还可以更好的地方。也当是进步吧。我觉得下一次再用自己的原声的话，肯定会比这一次好。剧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台词？太多了呀，比如说什么要杀他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想杀他，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对，那个是很累的。然后还有一场是跟我母亲的一场戏，然后也是要声泪俱下，然后配的时候就，然后又哭了一遍。已经过去很久嘛，那第一时刻闪回在你脑海中的剧情是什么？最后一集吧，最后一集，救小五的时候，是因为我跟轩怡我们俩被吊威亚吊起来，然后吊了，我记得那一场拍了很久，因为那场很重嘛，就一直被吊起来，吊了很久，然后又很冷，所以我们要在当下很专注，我们要忘掉所有其他的东西，就是哪怕身体的一些疼痛感，不属于当下的情感，我们都要忘记，然后我们要投入进去。唐三跟小五结为兄妹，然后后来发现喜欢上对方，你怎样理解这种转变的？其实一开始是彼此有好感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想要去照顾这个妹妹，想要去保护她，出于一个哥哥对妹妹保护的本能。当然到后面真正遇到一些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困难的时候，才会激发自己内心深层的那一个潜意识吧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深爱的其实是对方。在等待剧播出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态呢？紧张，我觉得比我拍的时候还要紧张，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小孩，然后你要接受老师的评价啊。对于各种评价，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？我觉得我接受任何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我都接受。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的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喜好的，所以我要做到的就是肖战在19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尽我所能，我交出了这一份答卷了。有帮助的一些提升啊，或者是一些批评的声音啊，当然是接受，然后吸纳，然后让自己做得更好。当时拍摄的时候会那个更轻松，没有负担一些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依旧没有负担。我很喜欢待在组里，你不用在意我是谁，你也不用在意我现在受到了多少的关注度。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色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为这个角色而服务。就是其他不重要。那剧组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吧，就我可以栽进去，然后外面的声音就是我不太的去在意跟关注。当然对于自己的一些责任跟自己要尽到的义务，我会承担也会担当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顺顺利利。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《野子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像野子。在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哪句歌词特别打动你？野子这一首歌呢，是我5年前然后在参加一个选秀节目，在那个节目上唱过。当时我记得是齐哥然后帮我们选的这一首歌，就是舒淇老师。我记得当时他跟我们说的是，你们要光脚去唱这首歌，你们要摆脱束缚
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你要自由，你要让自己放松，然后像野子一样，就是很原始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当我5年后我再看了一遍歌词，当时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放开，因为当时是自己是一个学设计的设计师，然后突然进到这个圈子里面，整个人都被包裹得很紧绷。对，然后当下的奇哥给我的意见就是你要放下，你要把自己打开。但是当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对于我来说是要勇敢，要勇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追呀追呀，我只想不害怕，追呀追呀，无所谓要问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大，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踩着梦。那回顾这一年，你觉得自己有怎样的成长和变化呢？我觉得，就像我在跨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年，它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跟成长。遗憾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可能会让父母有一些担心吧。对于这个新的一年有怎样的期许？哎呀，顺顺利利，健健康康。那这次有没有特别是训练一下我的台词方面？有啊，一开始是一个少年的时候，一个10几岁的一个少年，配音老师说提醒你啊，你现在可是一个青少年，10几岁，你现在太沉了，你得让自己嗨起来。然后我就每次都要，好，我现在是一个小孩，好的，老师，就是你知道我会自己提一个调，其实很累的，特别累，所以配音老师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